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即将走大运的大家会有什么好消息发生哦。首先呢，一样来对应一下大家的能量状态，看一下你们选到的组别对不对哦。好，首先呢，我们的第一张验证牌是这个荆棘的丛林哦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这一张牌啊，我们看到有一个女孩啊，她站在荆棘丛林的入口，头顶上有3只不同颜色的蝴蝶哦，红色、黄色跟蓝色。好，旁边还有什么？还有小鹿也出现了，站在她的旁边看着她。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我想要说的事情哦，你们呢，可能是那一种会在心里下定决心之前会想很多的人，会犹豫再三的人。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想的越多，想的越深，好像就越难做决定。比如说在选择对象的时候，要跟谁继续深入呢？这个不错，另外一个好像也不错，或者是好在面临接下来的一个抉择的时候，两边都各有利弊，应该怎么办？可能你心里有一件事情，有一个机会，你还在犹豫，或是说你有想做的事情，可是还在等一个确定的感觉哦，你一直在等，觉得心里安心了，然后再往前走，可是那个确定的感觉怎么还不来呢？好，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你们活得很清醒、很透彻，你们会看到一些别人没有看到的一些细节，这个是你们的天赋，这个也是你们最大的压力的来源，因为你会比别人想得远，想得深，可能光是要不要这3个字就在心里来回想过了好多遍哦。第一遍可能是理性的分析，另外一遍则是情感直觉的一个介入，然后呢，你再从另外一个第三方的角度来重新的审视。你们通常不是没有答案，而是你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答案，而且每一个答案可能都有它的道理，也都有它的一个优缺点，所以你不知道究竟应该压注在哪一个上面。你们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我觉得可能外在很稳、很淡定，但其实你心里是不确定的、很害怕的，或是说你会在下决定之后还会想说，这样真的可以吗？我是不是遗漏了什么我应该知道却还没有掌握的一个资讯呢？就像是画面中的这个女孩明明前面有光，可是她好像站在这里，没有办法往前迈出一步。你们动不了，是因为你们太聪明了，因为你们知道，前方的这个光背后可能藏着一些陷阱，藏着一些荆棘，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因为过度的谨慎，让自己卡在原地很久，甚至是一种高认知的内耗，觉得说，我明明在努力但好像实际上在原地踏步。可是呢，这一组的朋友就想要告诉你说，有的时候想太多，不如去踏出第一步，去行动。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它要透过实践才会开始渐渐的清晰。所以呢，即使不确定，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仍然对未来保持着渴望，这个是我看到你们当前的一个能量哦。第2张牌呢，好，这是一条路，我们看到它弯弯曲曲的往前绕，往前伸哦，穿过这个非常幽静、非常深邃的森林哦。后边呢有一个人他看起来像是智者，他手里握着一个发光的权杖，这个光照亮了地面，地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光点，很像是天上的星星掉下来，然后在地上，在泥土边闪闪发光哦。这组的朋友我看到你们内在其实有一个强大的能量，就是你们不习惯去贩卖自己有多辛苦，就是你习惯默默的做，默默的努力，或是遇到问题，遇到情绪，你会先在自己的内在消化了，消化完毕之后你可能只会拿最好的成果、最好的样子给别人看，所以外面的人看你就会觉得说，你过得还行，过得还不错，甚至觉得你好像过得挺顺遂的，但其实你心里清楚，这一路走过来，要建构现在的一个生活，其实你真的付出很多，只是你不习惯去卖惨，不习惯去跟别人哭诉。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走这条路，过去走的这条路可能真的是弯弯绕绕的，你们转了很多次弯，绕了很多的路，甚至有些弯你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宇宙当时候要这样子整你哦。有些绕路甚至会让你怀疑说，我到底是不是做错了决定，选错了方向，选错了标的。但大家要看一下画面中的这一条路，它虽然弯，但是它一直往前，它从来没有断掉，也从来没有消失。这个代表了第一组朋友你们的一个人格特质，你们是非常有韧性的。而且从这2张牌我看见你们已经从在荆棘森林中的人，就是需要去砍树、砍荆棘来开路的人，变成一个拿着权杖在向导导航的人哦。你们过去累积的经验、想法、体悟，还有你的眼界、格局、专业，全部都算数，大家的努力也都算数哦。转个弯之后呢，所有的风景一切都不一样了。好，这是你们的验证牌哦。如果你觉得有符合你的话，我们赶快继续听下去哦。
好，哇，这张牌是主牌第一张牌大地哦。这张牌呢，代表说你们的灵魂即将要落地生根哦。这一组的朋友啊，来看一下这个女生哦，她闭着眼睛，有一种极致的安详，全然的放松。最吸引人的就是她的头饰，这个头饰并不是黄金珠宝，而是一整座繁茂的森林，上面挂满了黄金色的这个果实哦。好，这张牌想要跟大家说，你们第一波强运就是要落地。为什么要落地呢？因为这组的朋友，你们真的很有才华，脑袋转得很快，但是过去一段时间呢，你的灵魂好像一直悬在半空中。你可能有很多的计划，很多投资的想法，很多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你总觉得根还没有扎进土里。现在这股强运呢，要把大家接住了。如果说你过去这几年或是这几个月一直在默默布局某一个系统，或是某一个这种房产计划、投资计划，或是你的个人品牌的话，这张牌其实想要告诉你说根基已经稳了。好，这张牌想要告诉你，你们接下来会迎来生命主权的回归。你会发现了，原本让你觉得好像飘在半空中的这种焦虑感，会在某一个实质的进展下，你心里会安定下来。可能是你的投资开始产出了很明显的一个成果，或是说你买的预售屋啊，布局的资产，让你可以看到实实在在的一个果效。那大家看一下画面中的这个女人哦，她并没有在流汗耕作，没有在很辛苦，她只是在承接。也就是说，这波强运是来自大家之前种下的种子，复利效应的爆发。你现在做的就是要去接收，所以它是一个从求生存到好好生活的一个转折点。我们不再需要像惊弓之鸟一样去担心未来，因为大地已经准备好最丰饶的养分要供养大家哦。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女人，她跟这些花草树木，这些果实啊、水果啊，它是合而为一的。它本身就是山，就是树，就是果实，就是叶子，就是花，所以它本身就是那片森林。虽然它闭着眼睛，但是它什么都知道。这也是你们的一个能量哦。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个家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这个家是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你不再需要表演，不再需要解释，你不再需要不断的证明自己，你只知道你就是你，这样子就足够了。所以呢，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会有所调整。有些朋友，你们之前啊，可能真的太用力了，很用力的去做一些对的事情，很用力的去成为别人眼中期待的样子，很用力的让每一个决定都尽可能的完美。这些用力啊，消耗了你很多很多的能量，消耗到你有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但是这一张牌出来了，他在跟你说，你们可以停止用力了。你们不需要每天去提醒自己说我要去产出一些成果，你只需要在这里，这个果实自然而然就会来。所以好运的第一个讯号就是大家开始回到你自己了。好，第二张牌是这个北方哦，站稳了之后啊，接下来这张牌我们要带领你飞得更高哦。这张牌代表的是扩展，看一下这个画面哦，这是一片很宁静的北方的水域，远处呢是雪山，整个天空整个画面是很壮丽的，如梦似幻的极光哦。在光的中心啊，有一个巨大的散发着神圣光芒的这个图案哦，它很像是一个星际罗盘，指引着大家方向。如果说前一张牌是大地，让大家站稳脚跟的话，那这张北方啊，它其实要把大家的天花板彻底的拆掉。大家哦，你们的强运不止让你有钱、有房、有安全感，它还要整个提升你们的生命格局。所以啊，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你们接下来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视野扩张哦。
你以前可能觉得啊，我一个月可以赚几万、十几万就好了，但是这张牌会让你看到一个更大的财富游戏，你们可能会接触到更高层的人脉圈子，或者是一个跨领域，甚至是跨国的机会哦。这个神圣的罗盘其实在告诉大家说，你的导航系统已经升级了，你并不是还在那个丛林里害怕的小女孩，你现在是站在极光下，能够看穿大趋势的领航者。这股强运呢，会带领你去探索以前你觉得啊，那个是别人的世界，跟我不同，或是一个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到达的领域。你会发现你的认知哦，不只是写在笔记本里的那些理论，它变成了你扩张版图的武器。所以这是一个认知升级的强运。有些朋友你可能会看懂更高阶的一些事情背后的商业逻辑，或是底层逻辑，或是你遇到一个能够带领你看到雪山背后风景的人哦。当你站在不一样的视角，你会发现，你以前纠结的那些小利小弊，其实根本就不值得一提。现在大家准备进入到一个更大的游戏场，你的强运啊，并不是要你守着现在这个小小的1亩3分地哦。我们要带领大家去看的是极光，是一个极大的视野的一个扩张哦。大家可以认真的感受一下这张牌的能量哦。就是这么一瞬间，你突然意识到你现在走的这条路比你以为的还要大很多很多。你本来以为你自己可能只是在做一件小事，就是我只要完成眼前这一件事情，或是好，我就努力的拼过这一关，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但是有一瞬间，你突然会觉得，不对，我好像不止这样，这件事情往前走好像不止这样，它好像只是一个开始，有什么更大的起点要来临了。可能你内心还说不清楚那个更大的东西是什么，可是这张牌已经告诉你了。北方呢，它代表的是指引，代表的是方向，代表的是大家内心深处一直想要前往或是一直向往的那一个方向哦。这张牌的扩张啊，并不是叫你很快的冲过去，很快的行动。看一下画面中的这个人，他其实没有跑，他只是站着，他只是站在这里，让整个宇宙的壮丽完整的洒落在他身上。所以扩张啊，它一样是一个接收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冲刺的状态。这组的朋友，这张牌在说，其实你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宇宙不会把一个你承接不住的机会放在你面前，这个机会现在出现在你面前，就代表说你们已经到达了那个不一样的位置，你只需要做站在这个旷野里面的人，把这个好运承接下来，让光落在你身上。其实你们的格局比你想象的还要大，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的，我们要往大运去走，不要把自己缩回一个小小的世界哦。好。哇，这张牌是湖泊，它讲的是在水面下的一个真相哦。这张牌啊，其实非常的神秘。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哦，画面被水平线切成了2半，水面上啊是一座优雅宁静的古堡，整个画面很美好，很和平。但是水面下有一个女子，她在水中游泳，然后水底闪烁着无数个细小的气泡。这张牌在说什么呢？这张牌其实对应到我们验证牌的一个流动感，它在告诉你说，你的强运还有一大部分是隐藏在直觉跟深度的洞察里。在接下来的这波运势里面呢，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会发现你自己拥有一种看穿真相的能力，就是别人可能只看到表面的获利，这个表面上古堡的华丽，这种好机会，但是你能够看到水底下的根基，就是那个底层逻辑。因此呢，你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会有一个神奇，会有一种来自宇宙的指引。比如说呢，在大家都疯狂的时候，你保持冷静；大家都在恐惧撤退的时候，你反而看见海底闪烁的珍珠。这张牌验证了说，你们的强运并不只是运气好，是因为你非常的有深度。之前啊，那一些看似绕路的钻研跟思考，或是不断的问为什么的一个反思哦，
现在呢，都变成大家在水底可以自由游动的这种自由度。这股强运啊，会让你处理事情变得非常的优雅，活出优雅的人生。你不需要跟别人争辩，你也不需要去抢夺，因为大家你们就像水底的女子一样，你可以很自在的在自己能够到达的深度去取得你应得的宝藏。所以呢，我觉得你们会赢得非常的从容。当别人还在岸上被表象所迷惑的时候，你已经潜到水底，把真正的宝贝给拉起来了。这所朋友啊，其实你们是一个内心世界比外表丰富的很多很多的人呢。我觉得你给别人看到的永远都只是你的一部分，这个并不是因为你想要隐藏你自己，是因为你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去接住你全部的一个深度哦。那你在水面下，我觉得其实也有很多与众不同的潜藏的部分，那个深度、那个复杂度、那个没有多少人能够拥有的发光的部分，它其实是你真正的资产。所以呢，你绝对比你自己以为的更加的有价值，更加的有深度哦。好，哇，这张牌呢，电信已发的相遇，时间是现在，一男一女的背影，然后中间呢有一个对话框。这张牌的相遇，它说的是什么呢？它很可能是一个贵人哦，很可能是大家过去在社群媒体上发布的一个内容啊，突然吸引到一个能量很高的人，主动的联络你。或者是你一直想联络的人，他突然回复你了，它也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关键资讯，可能是一个新闻、一通电话，或者是某一个通知，或是某一种好像正式的文书信件，然后一个录取通知等等，让你原本在湖泊里，比如说思考的这些碎片啊，全部可以拼凑起来。那这张牌代表说，你的能量啊，它现在已经在集中传输了。比如说你的手机，你使用的社群软体，或是你使用的一些 AI 工具它其实就是你接收强运的门户。这张牌也验证了大家未来其实可以利用数位资讯，利用一些资讯的落差来创造价值。同样的，这张牌还有一个这种粉红泡泡的能量哦，就是这场相遇啊，可能会打破你原本一个很孤独、没有人理解我的状态哦。你会找到你的同类，你会找到那个可以跟你一起去看极光的伙伴。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尤其是那些看起来很偶然，却让你觉得心跳加速的连结哦。这个连结啊，可能会透过某一种讯息，或是线上线下接触所发生的一个留言，或是一个久违的人突然出现在他的手机荧幕上，或是你的脑海中就有某一个人的画面突然出现了。这张牌想要告诉你哦，每一个讯息的背后，其实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能量的流动。所以呢，这个连接有可能现在就已经发生了，只是你还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的一个结尾牌宇宙要给大家的祝福跟提醒哦。你第一张牌是脚踏车转动的轮子哦，这张牌的画面非常的漂亮哦。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你的强运已经启动咯。那我们要去踩嘛，就像脚踏车，我们要去踩第一下、第二下。在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最费力的，但是只要轮子一转动之后呢，整个离心力就会带大家往前冲。这张牌验证了你们过去的努力。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会自动产生正向循环，甚至是加速的时刻。因为过去我们经历了扎根跟扩展，然后还有讯息的连接以及深度的一个建立哦。现在我们就继续顺着这个方向越跑越快。这股强运会带动你们生活中的其他的面向，比如说当你的感情稳了，其他的各方面也就提升了。当你的财富稳了，你的自信就来了，你的自信来了，你的贵人就更多了。所以它有点像是某一个方面好起来之后呢，所有其他方面都会更加的提升哦。
那同时啊，这张牌的色彩是很鲜艳的，代表说你们整个能量的流动，它其实是很顺畅的。请大家继续保持这个流动感，这个活力感，因为这个脚踏车它会带领你去到比你预期更远的地方。橘色、黄色跟绿色，它是丰盛的颜色，它是流动的颜色。同样的，就连接到我们的最后一张牌，丰盛女神哦。你们最终应得的奖赏，丰盛女神全部都要给大家。我们看一下，这个女神穿着黄金色的长袍，低着头，眼睛微闭，然后整个表情是很慈祥的。重要的是，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巨大的羊角，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金币，然后满出来了。这个就是丰盛的象征。这张牌就是代表说，大家你们在物质生活上会迎来大丰收，而且是这种实实在在的大丰收，你们会拥有实实在在沉甸甸的果实。这个丰盛是属于你们的，而且啊，它不只是一个物质上的强运而已，你们的心灵上就像这个女神一样，它是很平静的。你们会迎来心灵跟物质的双重富足，当然你们并不需要向外界去证明什么，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尾。这组牌想要告诉你们说，你们的财富系统已经成熟，你的格局已经拉开哦。现在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像这位女神一样，优雅的去接收这些丰盛，然后好好的安静的去享受它，绝对不要害怕不够，因为你们的状态是不仅够，而且还有余，就是还有多的，还有剩的，有一种怎么用都用不完的感觉哦。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你们想要更进一步快速的显化丰盛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给自己一个新的可能性，一起在这个灵性的世界学习成长。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下即将走好运的第二组朋友哦，你们有什么样子的好运快递宇宙要送给你们呢？首先呢，来对应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能量，我看一下这是不是属于你们的好运哦。好，首先呢，你们的第一张牌是这个古老的这个橡树精灵哦。这张牌在说什么呢？看一下这棵树啊，它树干很粗哦，粗到一个人根本都抱不住。这个树皮上也有很深的纹路，这个是时间一圈一圈刻画上去的。那整个橡树啊，它的枝叶繁茂，几乎要填满整片天空了。再看一下树干的底部，有一扇门哦，有一扇散发着金光的门，整个画面呢很特别。这棵树代表着时间，这个时间呢不是1-2年的时间，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哦，可能是几百年的时间。这棵树啊，它见过很多的人事物，经历过很多的季节，有些季节呢它过得很好，有些季节它非常的难熬哦。无论如何呢，它一直都在这里。好，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能量就是这一棵橡树。我觉得你们是一组有故事的人，在这中间呢，人生的过程中，你们经历了什么？我相信你心里最清楚。可能别人问你的时候，你会说还好，但这个还好的背后啊，你自己知道你处理过什么事情。好，很多事情你不见得会去说，但是也许那些事情让你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接下来看一下数字2，数字2它代表的是一个就是在两个世界之间的一个状态，它并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而是说大家已经走了一段路，但是可能还没有到达你要去的那个终点。所以这组的能量很有意思，我觉得它是说其实你们过去真的已经经历了很多，那你也正在朝你想要去的那个方向探索跟前进了。这个2它也代表根的能量。根是什么呢？根是我们在地表上看不见，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力量。
就像这棵橡树的根，图片上没有画出来，我们不知道它的根有多深，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这个根在地底下一定是盘根错节的，所以呢，它才能够让这棵橡树长得这么久这么稳，所以这个根啊是成就这个橡树的根本的原因。那对于第二组朋友来说，你们也有这样子的根，你们底下的那个根已经很深了，可能深到你自己都没有察觉。然后这个发光的门，为什么这里会有门呢？就是说啊，其实你们经历的事情够多了，现在呢，在你的内在里面开始有了空间，这个并不是空洞，它是空间。那从这个门中透露出来的光，代表说大家内在其实是有宝藏的，有宝藏在等着你自己去发现。同时这张牌还有一个意涵，就是我觉得在你们的外表下，其实藏着一个非常渴望被理解，渴望比如说躲到这个树的门背后休息的一个小女孩或是小男孩。虽然你们对外表现出没有问题，或者说自己可以去处理，或者是说不处理该怎么办，也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去面对，所以你还是硬着头皮去处理了。但是其实在深夜的时候啊，你很想要回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世界，被保护的小世界中，可能在这个世界里你才能够放心的露出你内心的疲惫，才可以松懈下来。因为大家过去的状态是，即使你内心很干涸很匮乏，你在外也要表现出一副我无所谓我可以的样子。好，这组朋友啊，有可能其实你们已经在某一个环境中被压抑了很久，或是不敢说真话，或者是说你已经独自一个人好像苦苦的挣扎了很久哦。看一下第二张牌，这张牌是奇迹哦，彩虹瀑布哦。哇，这张牌一样也是非常漂亮，这个景象是非常华丽的。有一道很大的瀑布啊，从非常高的地方落下来。好，水打在下面喷出了雾，在这个雾中啊，有一道彩虹。这个彩虹并不是在天空中远远的那种彩虹哦，而是就在我们的身旁，就在瀑布这边而已，很近，近到我们几乎可以走过去的这种的彩虹哦。好，画面里面呢还有漂亮的3只蝴蝶哦，红色、紫色跟黄色的蝴蝶。这一张牌的能量是什么呢？其实同一件事情啊，在外面看可能是风雨，但是我们走近看，它是一个奇迹。这张牌是31号牌哦，1代表的是开始，就是一个新的东西要发生的讯号。3呢是丰盛的感觉，就是东西突然多了起来，突然鲜活了起来的这种能量。3跟1放在一起，就是一个丰盛的开始，要在大家眼前展开了，而且它并不是很久远以后的事情，而是就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慢慢的要开始了。也就是说，这组的朋友啊，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比如说在过去有一段时间啊，你会觉得好像用尽方法了，怎么走都走不通，或者说试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就是卡在这里动不了。但是某一天啊，突然有一瞬间，可能有一个人出现了，或是有一个机会来了，或是你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后面的一切事情就开始不一样。我觉得属于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应该有过这样子的经验，而且可能不止一次。在你们人生过去一些特殊的时间点，你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有什么东西进来了，它可能是你内在一股想要活下去的力量，或者是一个消息，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转变，可能你自己也说不清楚那个是什么，但是发生了之后，你又可以往前了，又可以继续了。这张牌它讲的是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其实是在你们自己内在的，它并不是说天掉下来的这个奇迹，而是说你自己内在其实一直都有这个能力，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大家仍然可以找到那道光。然后这3只蝴蝶很重要哦，
蝴蝶它代表的是灵魂，代表的是你这个人最真实的核心。这边有3只不同颜色的蝴蝶，代表第二组朋友，你们身上有不止一个面向。比如说黄色这只蝴蝶代表着你人生很清醒的那个部分，你看事情是有逻辑的，你不会随便被别人骗，或者随便被别人讲一讲就相信了。好，紫色的蝴蝶代表说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是非常有感知力的，你对人、对于环境、对于气氛很敏感，你常常会感觉到一些别人感觉不到的东西，但是你不见得会说出口，也许你说出口别人也不见得会相信。而红色的这只蝴蝶代表你人生中非常有行动力的那个部分哦。当你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情，你们是真的会去做的那种人。而今天呢，这3只蝴蝶，这3种面相同时出现在你身上，它真的非常特别，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组合哦。所以呢，我觉得你们今天呢，能够拿到奇迹这张牌是你本身的能量去吸引而来的。这个彩虹它代表的是一个信号，它在告诉你说，你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跟你之前经历的已经不是同一个性质了。之前呢，可能是你在努力，你在付出，你在等待，接下来是你要开始收成了，你要开始收获了。因为过去你可能已经到达了某一个心理的临界点，你可能会觉得，我的生活怎么是好像没完没了的一个重复的过程，这个困难解决了又来一个，这场战役结束了又来一个，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怀疑说我自己这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在过去的过程中，总是会有及时雨，或是总是会有某个灵感像瀑布一样来临到你的困难的这个地方，让你又继续可以续命，又继续可以坚持到现在。这个能量可能是你们内心一股不服输，或是说不想放弃的一个坚持哦。同时呢，我觉得你们内在也有一个想要从旧有的体制中破茧而出的想法，因为蝴蝶同时也代表了身份的转化。你们可能想要像水一样的流动，你们可能会想要去追逐那些能让你的灵魂真实去发光的梦想。你可能感觉到最近心里有一种能量在胸口涌动，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你们很想要去做的。好，如果以上的解牌有对应到你们的话，请继续听下去，接下来就要进入到精彩的部分咯。好，我们的第一张能量是 Outer Core， 这张牌呢代表的是流动性哦。好，有一个女人呢，她站在海浪里，水从她的身上脚边喷溅出来，把她整个人包围住。那她的眼神是往前看的，很平静的，而在她的周围所有的画面都是在流动的，浪在动，他的头发在动，水也在动，但是他的本人却是非常的平静哦。这一张牌的力量叫外合，这张牌出现在大家大运展开之后的第一个位置，它是在说你现在正在经历一种改变，这个改变呢，它可能不是你主动选择的，但是它就这样子的来临了。也就是说你身边的某个人或是某件事情，他们可能开始不一样了，也有可能是你本身的一个状态开始起了一些变化。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外在的改变，就像我们没有办法叫海浪停下来一样。但是呢，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一张牌它并不是一个危险的牌，也就是说这个改变，这个流动是好的，也许是你身边人的改变影响到你，但是这个流动是好的。然后这张牌的数字我们看一下是12呢，它代表的是一个循环结束的数字哦。一年有12个月，12代表的是一个完整的周期走完了。所以这张牌在说你过去的那个阶段，你在这个上述阶段中的起起伏伏在里面努力付出等待的这个阶段结束了，那个章节写完了，现在翻页了，我们现在进入到新的章节。
接下来会有一些事情在你周围开始移动，有些东西会离开，有些东西会进来哦。有些你以为一直都会在的东西，它可能会开始松动，但是大家不要害怕，这个流动并不是失去控制，流动是让真正属于你的东西留下来。所以这张牌其实在说，大家正在处于一个这个防御机制要慢慢消融的一个过程哦，就像这个女生一样，她的身体跟水融合一体，很柔软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过去可能为了生存，为了在这个社会上站稳脚步，武装起来一个很坚硬的外壳。你以前可能觉得自己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来保护自己，但接下来你会发现你越柔软，你反而越强大。我们现在正在学会顺流，我们不再试图去抵抗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而是像水一样，我们绕过阻碍去寻找新的出口。这一组的朋友，你会发现接下来自己变得比较感性，或是变得比较愿意去展现自己内在的那个部分，甚至对很多事情不再那么的执着，说我一定要怎么样，这件事情一定要这样，这个东西非怎么样不可。这个就是大家走大运的起点，你的能量变得更透明了，宇宙的好运更容易穿透你，进入到你的生活，所以大家不再是一个硬邦邦或是容易碎裂的一个防护的状态，你们变成了一片汪洋，你们承载了所有的可能性。这种能量的液态化是为了迎接接下来更大的丰盛注入哦。哇，这是非常强大的一张牌哦。好，接下来呢，好运的第二张牌是陪伴哦，这张牌是动物牌。我们看一下，有个女人呢，她坐在中间，周围全部是动物，有袋鼠，有马，还有鸟停留在她的肩膀上，有长颈鹿，有狼，还有狐狸，还有她头上有一些小动物还有蜜蜂，还有一条蛇环绕在她的手臂上。她穿着黄色的衣服，戴着金色的项链哦。这张牌在讲什么呢？为什么动物会靠近这个女人呢？好，因为这个女人身上有一种东西，让这些动物觉得很安全。这个是属于女人本身的一个频率，因为动物的感知比人类敏锐很多，他们能够感觉到一个人是不是真诚的。这张牌出现代表说，其实你身上就有这样子的东西哦。21号2+1是3， 3是一个很丰盛的数字，3代表扩张，代表很多的东西同时在生长。但是21本身呢，它说着是一种全部都到齐了状态。就像这张牌的画面，这么多的动物，它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习性，但是它们全部都在这里汇集了。这个能量在说什么？这个能量在说，接下来在大家的生命里会有很多不同性质的资源开始往你这里聚集。要注意哦，不是你自己去找，而是你吸引而来的。而且这些动物它代表的是真实的人或是资源哦。大家看一下狼，狼代表的是直觉，代表的是你心里突然的明白一件事情，突然有这个想法，你就是没有理由的就是知道。狐狸呢，它代表很灵活的一个状态，代表说你能够在复杂的局面里找到出口，你有这样子的能力。长颈鹿代表视野，代表你能够看到别人还没有看到的东西。鸟代表了消息，代表了机会，讯息开始流向你。蛇代表蜕变，代表你正在脱掉一层旧的皮。这些东西在接下来的时间呢，都会在你生命中开始发生。这一组的朋友你接下来遇到的这些人事物，这些机会都是和你频率相符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你们同频共振的伙伴。他们一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对，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你的东西，这个资源就是属于你的资源，说这个职位就是刚好适合你，这个就是你要的方向。你不需要辛苦的去找，你只需要像这个女人一样坐在这里，知道你自己是谁，属于你的自然而然会来。有些朋友过去可能觉得自己像一个孤岛，虽然身边有很多人，但是没有人真的能够懂你，真的能够触碰到你内心深处。
去打开你内心深处的门。可是接下来啊，你们的社交圈或是人境的能量正在发生质变，大家会吸引到跟你灵魂频率一致的伙伴，也有的朋友是真的动物的伙伴。那这些人他可能跟你完全的不同的背景，或是拥有不同的这种年龄层或是经验，但是他们懂你的语言哦。在这个走大运的过程啊，大家不需要再单打独斗了，因为这张牌验证的是一种归属感的建立，你身边会出现支持你的人，甚至是无条件愿意去帮助你的贵人。也就是说，你可能会结识一些很有默契，甚至带给你很多新思维的朋友，因为大家的大运正在形成了，你们并不需要再去讨好谁，因为对的人他会像磁铁一样主动的靠过来。这张牌是一张从我到我们的转变，你会发现哦，当你愿意跟万物共生的时候，你的资源就是无穷无尽的。哇，很厉害的一张牌哦。好 Equator， 好，这张牌啊讲的是平衡跟整合。我们在历经了外在的流动跟人际的重组之后啊，我们现在要进行内心上的一个整合哦。看一下画面中黑跟白的拥抱啊，它是一种阴影的整合。也就是说，我觉得大家你们会开始不再对自己这么的严苛哦。你以前可能会对自己的错误耿耿于怀，甚至内心就有一个强大的评判的这个声音啊，随时都在指责你说啊，你刚刚哪里没有做好。现在呢，你学会开始让你内在的一黑一白，这个内在的光影和平共处。你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接受了自己的野心。我觉得你们正在停止一场长达数年的一个内耗，你们不再把精力花在自我否定上，省下来的这些能量会变成大家走大运的燃料。所以呢，这组朋友你会觉得心情变得平静很多，对很多事情就看开了，甚至会觉得我就是我，这样非常的好。这个就是大家能量回稳的一个状态哦。赤道呢，它是一个分界线，它也代表最炙热的能量。当大家内在达到一个平衡，就不再需要去寻求外在的认同，所以你们会有一种自给自足的能量。这个自给自足的能量也是显化财富跟好运的一个最大的基底。好，这两个人啊，一黑一白，他们靠在一起，他们拥抱在一起，他们不是对抗，他们是相互和谐的相处。两个人都很安静，没有人在争输赢。所以呢这两个能量它是一个平衡点，就像赤道一样。赤道呢，它是地球上把北半球和南半球分开的那条线，它不是一个墙，它是一个平衡点。在赤道上，白天跟黑夜的时间是一样长的，不管哪个季节，不管外界怎么变，赤道就是赤道，它不会偏向任何一边。也就是说，现在大家的人生啊，有一个地方会需要找回中心的那条线，只要你找到那条线，找到那个点，其实可以让两边同时平衡存在的。好，这张牌的数字是5。5呢，它代表着变动跟选择，但是这张牌的5啊，不是那种让大家会觉得很左右为难的选择哦。他说的是说，你已经走到了一个地方，你开始有能力去容纳两种看起来相反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很强，也可以很柔软，这两个并不冲突。你可以很独立，同时也可以很需要某个人，这两个也不冲突。那你可以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同时我又渴望更多，这个也不冲突。比如说过去大家可能觉得某些东西是不能同时拥有的，你必须选一个。但是这张牌告诉你说，到了这个大运的阶段，我们不用再选了。好，这个画面啊，同时代表说其实你身上有两个能量，就像两个自己一样，一个很理性很清楚，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有逻辑有计划。另外一个你很感性很直觉，我有的时候就是想做某件事情嘛，我就是想要冒险啊，有时候说不出理由，我就是想要。这两个你在你的内在有的时候会吵架，理性会告诉你说这样子不行，感性会告诉你说我现在就是想要这个，然后会去闹。
然后你就卡在中间，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去决定。今天这张牌出现，它告诉你说，黑的、白的，你内在的两个声音，他们不是敌人。好，你的理性跟感性也是，他们两个是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的。你的理性不是来阻止你，它是来保护你；你的感性不是来捣乱，它是来告诉你方向。这两个确实可以放在一起哦，不是说谁一定要强过谁，而是他们可以一起平衡的站着。当他们可以平衡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做出来的决定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决定。所以呢，接下来有一段时间大家会面临一个需要做选择的时刻。这个时候不要急着用脑袋去计算，也不要只听你内在的感觉走，两边都要听，因为你会找到内在的那个平衡哦。好，接下来这张牌是自由意志哦。好，有一条路啊，走着走着分成两条，左边一条，右边一条，两条路都往前延伸出去，消失在远方哦。好，这一条路的背景是夜晚，有一个弯月挂在上面，地面是粉红色的，它是一个很梦幻的感觉哦。好，这张牌呢，讲的是交叉路口，但是这个交叉路不应该是让我们感到焦虑的地方。很多人一想到岔路就觉得很有压力，是不是选了这个就不能选那个？选错了我的人生就完蛋了吗？有点像是我们面临人生中一些很重要的选择，比如说未来的一个职涯的发展，或是婚姻啊、感情啊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抉择哦。但这张牌在讲什么呢？这张牌的画面很平静，粉红色的地面是很柔美的，天上的星星在发光。这张牌说这个交叉路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那3月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哦，它是一年当中开始真正要暖和起来的时候。冬天结束了，春天刚开始，但是很多东西还没有完全长出来。不过我们已经慢慢的感觉到春天的气息了，所以他说的是一种刚要开始的能量，一种酝酿就快要来临的感觉哦。好，自由意志，这4个字很重要哦。过去我们生命中有一些选择可能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就是不是你自己想要的，是因为当时没有别的路，所以你走了这条，或者是因为其他身边人的影响，你可能必须放弃你原来的居住地或是工作，人生中有一些转换，可能是为了配合你的伴侣或是家人，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决定，然后你算是改变了原来的这个航道或是方向，因为别人需要你这样，所以你就这样。好，当时你可能告诉自己说，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所以我选了它。但是现在问你说，这个选择是你真的想要的吗？你可能会沉默。也许它是一个最理性的选择，也许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也许是看起来两全其美的选择，但是你真的想要的吗？好，这张牌出现在这里，代表说接下来有一个选择要来了。这个选择跟以前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没有人逼你，没有外在的环境逼迫你，没有责任逼你。这一次你们可以真的选你内心真的想要的那一个。当你真的可以自己选择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自由意志，你不需要在限制里面做决定。好，把这些限制都拿开，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而这个弯月在画面上静静的照耀着。月亮呢，代表的是你内心最真实的那个声音，并不是你的脑袋告诉你的，而是在你的心底深处，即使把你眼睛蒙起来，在最黑暗的地方，你还是听得见的这个东西哦。月亮一直都在这里照耀着。好，最后呢，你会走哪一条路呢？其实那个答案我相信大家的心里会知道的，或是有些朋友你现在已经知道了，你不需要现在就做决定，因为时机还在酝酿，但是你可以开始让自己去想这个问题。它并不是真的用理性一条一条的去分析，而是在最安静的时候，在你一个人的时候，这个答案它会慢慢的浮现上来哦。好，再来看一下构筑自我觉察力。好，
这张牌啊很漂亮哦，我们又出现了蝴蝶哦。好，前面的蝴蝶，再加上这只蝴蝶，第4只蝴蝶出现了。这只蝴蝶啊停在这个女人的脸上，盖住了她大部分的脸哦，露出了她的眼睛，它很像是一个面具。这只蝴蝶很漂亮，好，蓝绿色的一个能量哦，我们可以从这个蝴蝶的中间呢看见这个女人的眼睛，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她并没有被蒙蔽，她还是看得见的。这张牌在说什么？就是这个女人她选择透过蝴蝶的翅膀来看世界，为什么呢？因为蝴蝶的眼睛跟人的眼睛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蝴蝶可以看到人类肉眼看不到的光，所以呢，你们正在发展一种新的看事情的方式，它是一种不是那种很直接、很理性、很表面的这种看见，而是一种更深的、更往里面走的那种看见。这张牌是11号牌，11呢，它是2个1并排在一起的。一个1代表个体，代表你自己，2个1放在一起，代表说你可以同时的去看见自己，又去看见那个更大的东西，就是那种你可以在局里面，同时又能够跳脱出来在局外面去看待全局的那种感觉哦。这种能力啊不是天生的，而是训练出来的，也就是你们现在正在培养的这个能力哦。构筑自我觉察力，构筑呢并不是说你现在没有，是说你正在盖一个，就是在一个基底上正在建一个更大的东西，就像盖房子一样，你们已经有地基了，我们现在正在往上加。那自我呢，说的是你这个人，你的感受，你的状态，你内心真实发生的事情。觉察力说的是在一件事情的当下，你就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感觉，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很多人其实没有这样子的觉察力的，可是你们有觉察力的人，当下就知道这个感觉从哪里来，或者说当下就知道某些人说的话，你其实会觉得不舒服。好，或是说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可以觉察说你是因为真心想要，还是因为害怕才做这个决定。好，这张牌出现啊，就代表说大家的这个觉察力啊，快要去练成了。你当下就可以去明白，就像这只蝴蝶在他的脸上一样，帮助他去看得更加的清晰，而且它是一个更柔软的看见。你可以看见你的情绪，但是你不被它淹没，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感觉，但是你还知道自己是谁。接下来这段时间啊，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些你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比如说跟某些人说话的时候啊，意识到说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正在升起，或是你在做一件你以前习惯的事情，却忽然发现你没有兴趣了，你想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或是某一个瞬间你突然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说这个决策，财务规划决策应该要往哪里走，这些都不是巧合，是你的觉察力正在打开。好，再来看一下最后的牌。大天使麦达场，大天使麦达场，它带着神圣的几何的秩序来到大家的面前哦。这张牌的提醒是，我们接下来要与宇宙同步。这个几何的图形啊，代表宇宙运作的法则。因为我们走大运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超越逻辑的好事，没有办法用头脑去捕捉到跟思考的好事，有的时候这个好事发展的速度快到让你害怕，或是机会大到让你怀疑自己。这张牌是想要提醒大家，不要试图用受限的理性去计算或是掌握每一件事情。当你已经做好前面所有的努力了，拿回了自我意志，建立了觉察力之后，最后一步就是信任。你要相信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被神圣安排好的。这张牌也提醒大家，我们在整个大运过程中要保持一颗敬畏的心，保持你的频率跟高我连结。
如果有些事情没有按照你预期的时间点去发生的话，千万不要急，那是因为宇宙有更好的时间表哦。大家，你们的大运是一个系统性的提升，而不是只有单点的突破。所以呢，我们要带着这个神圣的秩序感，勇敢的走进属于你的丰盛当中。看一下这张牌是27号牌哦。27号牌2加7是9， 9是一个完成的数字，9它不是结束，它是圆圈中最后一个点，也是上一个圆圈的起点。这张牌在大家的展开最后说的是说，我们过去走的一切都不是白走的，每一步路，每一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包含那些你觉得我走错了，我看错人，我浪费那么多时间在他身上，我怎么会相信这个人，包含那些你觉得虚度的光阴，浪费掉的时间。好，大天使告诉你，那些全部都被记录下来了，全部都有用，全部都算数。好，我们接下来呢，不需要把自己逼得更紧，我们需要做的是把手伸出来，然后让这个神圣的几何图案跟你靠近。所以呢，也就想告诉大家当一个旧的周期结束之后，我们就让旧的水流流过去，属于你的人跟资源自然而然会往你这里靠拢。你内在的两个声音不是你的敌人，我们让它站在一起。而最后一个真正属于你们的选择要来了，很多的朋友你内心已经有感觉了，你的看见正在打开，让它打开，一切都在秩序里。你在这个秩序里，没有一件事情是意外，没有任何一步路是走错的。你走到这里是因为你本来就该走到这里，所以大天使麦达场想要跟你说，你已经做的够多了，接下来这段时间让自己轻盈一点。这个大运不是献给最努力的那个人，是献给最愿意去接受跟信任的那个人，而你们值得拥有这样子的丰盛。恭喜选到第2组的朋友。那如果大家想要更快的显化好运跟丰盛的话，欢迎参考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给自己一个新的可能性。好，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第3组的朋友们看一下宇宙即将要降临到你们身上的这个强运，这个大运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翻转呢？首先呢，来验证一下你们的能量状态，看一下你们选的组别对不对。好，第一张牌它是这个魔法的决动哦。好，这张牌它的能量是一个庇护的能量。这个女生啊，好，她站在一个被世界所遗忘的地方哦，她身边的这个环境其实是很神秘的、茂密的蕨类，还有很幽深的一个洞穴。那她的手上啊拿着一个光球，这个光球里面呢还有一只独角兽。好，这张牌呢在说什么呢？其实啊，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从小可能脑袋里面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哦，或者是有一个实体的空间。比如说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去那里想事情、发呆，或是建构一些只有你自己知道的画面。你们的脑袋里面常常会去想很多的事情，或是有很多的剧情，很多的故事很精彩。你可能会想说，如果你有翅膀会飞去哪里呢？或者是说像电影情节一样的上映很多的剧情哦。这个内在世界在你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存在了。那有些朋友啊，你小时候的这个现实环境啊，有一段时间可能是不够安全的，就是家里的人的情绪是一种比较压抑的，或是说你永远都猜不准什么时候他们的这种心情啊会有什么样子的起伏，让你觉得这段时间其实是很压抑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去发脾气，或是爆发出一些什么事情哦。我看见也许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建了一个洞穴，你把最真实的自己藏在那里面，而外人看到的你啊，可能是懂事的一面，但是呢，那个面相并不是全部的你，因为你只选择把你的其中一面
拿给外人看，但真实的你其实是很深的。真实的你呢，其实内心有很多的想法，但你说出口的可能远不及头脑里想的一半哦。你们有这个洞穴，不是因为你封闭，而是因为你太清楚，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得走进来你这个秘密基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你这个秘密基地哦。那长大之后你们可能会有一种精神隔离的能力，你需要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时空，你才能够感觉到安全。有些朋友你们其实对于那种低质量的社交有一种生理性的一个排斥，比如说觉得有些人在聊一些没有营养的八卦，或者是搞一些这种办公室的这种政治内耗你其实就在心里很想要翻白眼，就是你们有一种高级的厌世感的能量哦，你对于这种低质量的运作会感到非常的不耐烦。那你手里捧着这个光球也许是你现在唯一的一个救赎，这个可能是你们目前正在研究的一个布局，或是你的一个梦想。当外面的世界让你觉得很厌烦，当这种讯息好像一个接一个的来，你觉得很烦，不想要回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躲进你的内心的这个小世界中。还有这组朋友有些人你跟父亲或母亲其中一方的缘分是比较薄的，有可能你跟其中一方在精神上是好像断联的一个状态。有些人是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你总觉得对方其实不懂你在想什么，所以呢你们爱做梦，爱幻想，或者说你可以在某一个角落中独处很久，去玩着一些只有自己玩的游戏。那另外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在心理上常常会有一些小毛病，比如说呼吸系统比较弱，容易过敏，容易气喘。你们天生对于能量的变动很敏感哦。如果说现在的能量场气氛很紧绷的话，其实你会立刻感觉得到。那还有一部分的朋友你可能有一段时间会疯狂的沉迷于也许是手游、小说、动漫，或者是某一个虚拟世界里面，对你来说那个也是你心灵的一种避风港。好，这个是第一张牌的能量，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这张牌它是飞马。飞马它其实是跟前面那张牌一样，它是一个孤高，然后又是一个很纯粹的能量哦。在神话的传说里，飞马用它的马蹄踏到这个地这个地面就涌出了泉水。旁边的人会觉得这是奇迹，但是飞马知道那不是奇迹，这只是一个判断，因为飞马早就知道底下有水，只是别人不知道而已。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会觉得你们会是一个非常有想法，很有自己见解、独到的见解跟判断力的人。大家知道飞马它是怎么诞生的呢？它是梅杜莎被斩首的那一瞬间，从梅杜莎喷出来的鲜血中一跃而出的。所以呢，这也代表了，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生活状态你们经历了一种飞马觉醒的过程，一种鲜血淋漓的重生。可能你的过去大约在3年前或是更早的一个转折点，你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可能是你很信任的爱人或是朋友背叛了你，或者是说你原本引以为傲的某一个身份、某一段关系彻底的瓦解了，或是你觉得你自己的人生好像突如其来的发生这个意外，让你的人生整个都改变了，或是有人好像在你背后砍了你一刀，让你觉得非常的心痛。但是呢，其实在这一次好像被毁灭、被摧毁之后，你内心深处的那只飞马才真正张开了翅膀。你现在可能心里有一个我想要换一个世界，或是换一个地方去生活的这种想法，可能就是从这场痛苦中去长出来的。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现在已经在用自己的真本事，在这个世界上展现出你独一无二的存在，就像飞马一样，它准备冲向天际，去展开它新的阶段的旅程哦。我们要驯服飞马，通常要用一种特殊的这种黄金的缰绳。对这组的朋友来说呢，你们其实是可以不需要缰绳，然后也能够很轻易的跟飞马融合一体，或是去控制它。
因为你们本身跟飞马的能量是合而为一的，好像你可以在他身上非常安详的，不用担心会掉下来哦。你们现在正在从一个充满束缚或是凡事需要看人脸色的这种旧世界离开或是逃跑，你心里会有一种预感，就是我们即将要踏下某一个关键的这一步，这个关键的一步啊，它带来的是翻天覆地的财富跟机会，所以我觉得你们心中可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想要翻转人生的一种冲动感。这组的朋友啊，我看见飞马的诞生也对应到你们过去的一个生活状态，它并不是一个温柔的故事，它是一个被毁灭过后才能飞起来的故事。那个让你觉得啊，人生是不是就这样完了，或是被某个人彻底辜负了，或是你很在乎的一件事情彻底的瓦解了，你也许对自己非常的失望，但是呢，就是在这样子的灵魂暗夜，这样子的痛苦中，我看见你们长出了现在的翅膀。飞马它不是天生会飞的，它是在最黑暗的那一刻诞生的，然后长出了翅膀。你心里也有一种想要去改变的强烈的欲望，而这个欲望啊，会带领你们飞上天空。所以这张牌它带来的是一个维度的跳跃，带来的是一个强者能量的归位。我看见你们在过去那个毁灭性的这种风暴中得到了一种自我救赎，从那次崩塌中你们得到了一个重生哦。好，最后呢，飞马它飞上了天空，变成了星座，这个就是大家的能量哦，你们会直接的跳级，直接的升级。这个是属于第三组朋友的能量，如果你觉得有对应到你的话，我们接下来就继续看下去，看一下宇宙要给我们什么样子的讯息哦。好，我们的第一张牌哦是创造之水，这张牌代表的是从灵魂深处喷涌出来的财富喷泉哦。这张牌发生在这个好消息的第一张牌，代表大家即将迎来一场这种生命流动性的全面大爆发。画面上有一个很慈祥的这个长者，他在水中紧闭着双眼，他好像正在洗涤，又很像是在祈祷。周围呢有白鸽正在飞舞哦。也就是说啊，你们过去那种高级厌世的沉淀期啊，正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大的产出的能量。水代表财富，它也代表情感跟创造力。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之前的状态比较像是匮乏跟干涸的话，你觉得说啊，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或者生活很像是一潭死水，觉得自己灵魂好像被掏空了，那么现在这张牌告诉你啊，已经大反转了。你们现在啊会有源源不绝的灵感产生，而且你这个源源不绝的输出会很及时的换回巨大的回馈。如果这组朋友你们是创作者的话，你的灵感会像喷泉一样迸发出来，你会惊讶说，我自己竟然能够产出层次这么高的东西。那如果你过去有在财富上布局或是投资的话，或是你在某一个计划默默的耕耘的话，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到收割的阶段。那这张牌还有一个很强大的信使，它就是白鸽。白鸽是和平的象征，也就是说这些机会啊，并不是你需要去跟人家厮杀，然后好像很奋斗才能够得到的。这些机会跟财富，你只需要站在水里，保持你的纯粹跟流动，资源就会自然而然的对接。所以它是一个从内求转为外溢的过程。也就是说，当你的内在已经修炼到足够丰盛之后呢，外在的物质跟情感就会像水一样自然而然的向你靠近。好，所有最美好的事情都在此时此刻发生了，这个就是大家接下来的能量哦。可能你没有特别做什么，但是就会在关键的时刻有一个人出现了，或者是说有一则讯息去接通了某一个好像很关键的管道，也许是有人在某一个场合提到你的名字，然后有一个合作就这样子产生了。在这一波的好运中，钱和资源会从各个你没有想象到的地方流过来，流到你身边来找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这张牌的财富能量是非常足的。好，第二张牌呢讲的是暗月。
这张牌在说什么呢？这张牌说看透一切假象。第一张牌代表的是外在的丰盛哦，第二张牌它其实讲的是你内在力量的一个顶峰哦。画面上这个女生呢，她被她的头发蒙住了双眼，然后她用她的双手环抱住自己，背后呢有一个明月，一轮明月在黑暗中闪耀。这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个性是有一点点孤傲或者是说难搞的这种底色在。好，你们即将迎来的好消息啊，它其实跟你们的性格是有关的。可能你们在这个孤傲或是难搞的这个底色里面呢，隐藏了一些你很恐惧或者你不敢看的地方。那现在呢，你会获得一种很像是神秘的这种洞察力。你以前可能会觉得命运是不是在捉弄我？为什么总是让我在这种黑暗中去摸索，让我跌倒，让我遇到这些人？但是呢，这张牌它在说啊，其实暗月这个盲目的就是看不清楚的过程，其实要去帮大家开启你的心眼。这份大运，这波大运会让你彻底的看透，有一些是虚假的社交，虚假的机会，甚至是一直来拉扯你们的负能量。你们会有一种原来是如此的觉醒感，这个觉醒感会让你变得非常的强大，因为我们不再被外在的视觉假象所干扰的时候，你的直觉就会是最强的导航仪。那这张牌也显现出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过去某一个一直纠缠你的秘密，或是一直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或是让你心里一直悬着的这种情感的状态，或是某一个谜团都会在这波大运中得到一个彻底的让你觉得心服口服的一个了断跟结果。你们并不需要向外去求证，你内心的月亮会帮你照亮所有的阴影，所以它是一种从黑暗中重生的力量我们不再恐惧于未知，因为你会发现自己就是未知的主宰。会出现这张牌是因为你们过去真的一个人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你没有崩溃，你只是紧紧的抱住你自己，或者说紧紧的想要在这么孤冷的人世间去寻求一道温暖。最后你会发现最亮的那一道光，最温暖的那道光，其实就来自于你自己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计划实现哇，这张牌非常非常的明确看一下这张牌的画面它是有一个房子要被拼起来的形状，周围还有金色的花朵慢慢的盛开。好，这张牌的意思是说，其实每一块资源都已经到位，只是还没有完全的拼好，但是呢快要实现咯。下个月会有一块你等很久的拼图要完成了。好，整个梦想蓝图要实现了，这个拼图要到位了。我觉得你们心里有数，可能是哪一件事情，可能是哪一个讯号，可能是你始终在等的一个答复，或是一件卡关的事情突然有了进展，也许它是一笔钱，一个机会。无论如何呢，好，它的轮廓开始清晰了，你会看见它真实的在发生下一张牌，新月带来了惊喜，宇宙送大红包给大家了，惊喜大红包。前面这张牌有点像是你们自己有想好计划好的事情发生了，如期发生了。然后这张新月的惊喜是宇宙额外送给你的红包新月代表种子的萌芽，也代表一个全新的开始。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会有一个你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好消息，令你嘴角上扬的惊喜来到你的生活中。而且呢，它是带有巨大的红利的，可能是你多年前种下的一个善因它突然结了果，也许是某一个你认为没有机会的一个状态突然反转，或是呢有一种贵人来临，或者说贵人悄悄帮你牵线的能量，可能你在一次随意的交流或是浏览中去得到了一个价值连城的机会、合作或是商机那
那这个惊喜的特点是，它可能会打破你原本的计划跟想法，但是它会往更好的方向去。这张牌想提醒你说，虽然你们可能都有很强大的这个计划跟掌控的能量，但是偶尔也要去留一点点缝隙，让宇宙去发挥。而且这个惊喜啊，会是大家走大运的一个加速器，它会让你的计划实现变得更加的轻松，结果更加的华丽。同时啊，也是对你过去这种好像安静的沉潜期的一个补偿哦。因为老天爷觉得可能你的灵魂暗夜这个沉潜期真的是过得太久了，所以呢，要给你很多的惊喜来临哦。好，这张牌啊，本身也是一个粉嫩嫩的这种能量哦，圆满的发光的能量哦。所以呢，这个惊喜啊，它也是一种很甜很甜的，会让你心里乐开了花的这种好消息哦。接下来再看到宇宙给大家的一个祝福跟提醒哦。哇，这张牌是观音的能量哦，它代表的是慈悲跟守护。其实前面呢，牌组它是比较强硬跟快速的，那现在这张观音牌出现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温柔，然后也是指导人心的一种能量哦。其实观音想要跟你说，你受过的苦，上天都知道。好，整个观音的能量是非常圣洁而且宁静的，它手持柳枝，旁边呢盛开着昙花。好，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哦，你们的大运，你们的起飞哦，是有神性力量在护航的。虽然你们表面有点孤傲难搞，甚至有点厌世，但其实你们的内心啊，比谁都纯粹。你们不屑与平庸为伍，是因为你们见过更高的境界，你们也想要守护那个内心不被污染的纯洁跟慈悲。而观音牌的出现，它也是一种极强的验证能量哦。你们过去曾经遭遇的打击、被误解、被排挤，或是因为太有原则吃过的亏，上天全部都看在眼里。在你们所有的好消息背后啊，有一种深层的守护，你即将拥有财富跟权利，但同时啊，你们也不会丢失那一份你悲天悯人的初心哦。其实这波大运的来临，并不是要让大家去报复那些看不起你的人哦，而是要让你站在更高的地方去照亮更多的人。也就是说，试着向内去连接这股慈悲的力量，我们不需要再武装的像刺猬一样，因为现在的大家已经被宇宙温柔的接纳了。观音的能量正在温柔的看照着你，你们身边会有一股很强的保护的能量哦。在每一次你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它都会在你背后拖着你。大家看一下手里这个瓶子，里面装的是甘露。甘露是给那些受过伤的，但是还在继续走的人喝的。观音选了大家，因为你们值得。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觉得你们心里会感觉到一种非常奇特的平静，因为你突然什么都不怕了，你觉得非常的安心。这个安心感就是观音给你的礼物。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是17号牌无为之道，这张牌叫做顺应天时。好，口语的说法就是随他去吧。最后这张牌啊，我觉得非常非常可爱，有一个小女孩，她躺在草地上很悠闲的样子，旁边还有2只小鸭子，整个就是充满了高级的松弛感。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啊，我们的无为啊，很像是一种躺平的能量，然后它是一种不强求、不内耗、顺应流向的能量哦。你们以前可能比较容易去用力，我用力布局、用力防御，甚至我连厌世脸都摆得非常的用力，告诉你我不喜欢你的这种厌世。但是现在啊，大运已经到了，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再这么紧抓的去掌控一切。我觉得它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最高的境界，因为我知道我最后一定会很美好，所以我现在不需要去焦虑这些小小的细节，我们不需要再试图的去掌控命运每一个齿轮，命运啊反而会以一种很完美的方式去运转。所以当大运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只要像草地上的小孩一样，保持一种玩耍开放的心态，越放松，好运进来的速度就越快。接下来我们要去享受人生，享受整个顺流的过程哦。
这个是宇宙给大家的提醒哦。也许这个想法跟习惯跟大家过去不一样，因为你过去可能习惯就是我要把我失去的拿回来，但是这一波的大运想要告诉你说，你不需要这么用力，你只需要放松，允许自己休息，允许自己不再那么赶，允许好事情用它自己的速度走进你的生命中。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想要更快速显化好运的话，欢迎参考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给自己一个新的可能性，让我们在灵性学习的世界里一起成长。好，我们下期影片见喽，拜拜。